嗯。哎呀，求你了！接下来1个月我的笔记本不，还有习题集都随你看。要不是老师临时叫我去办公室，我也不想的。求求了，帮我去学校花园那边和外卖小哥接个头，拿到宝贵的炸鸡外卖吧。哎，这里，啊，是你的炸鸡外卖。好嘞，你先站远点啊。同学，你是不是第一次拿外卖啊？我得把包裹扔进来，然后你接住。同学，你是不是忘了说一句特别重要的话？像是什么跨界相遇、狂炫美味吗之类的？别找了，我在树上。哎，我可不叫那个啊，要不再给你点提示？什么学不学长的？哎，你先别动，让我看看。嗯，就给这幅速写取名叫《学妹智取外卖图》吧。让我猜猜，你和学长我完全相反，是个从不越界的好孩子，从来没违反过校规，更别提偷拿外卖了，所以才会表现得像刚才那样。没问题，当然没问题。
就是如果我告诉老师你其实还有这样的一面，之后会怎样呢？你要知道，现在可不止目击者，还有第一手证据。哦，为什么？啊，分析的还挺准的。既然这样，我也不搞那些弯弯绕绕的了。如你所说，我最近确实缺绘画模特了。刚才看你拿外卖的身手实在矫健，所以要不要替我打个工？机会不等人啊！万一我真的灵光闪现，打算当个好学生，和老师坦白一切。啊！你看那边，那不是教导主任？真没骗你啊！你回个头。哦，在这儿躲一会儿吧。我说，刚才四舍五入，算我保卫了你的外卖。俗话说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。你真的不考虑一下我的提议吗？可以啊。我说了，缺模特嘛，付多少钱都愿意。如果你确实有意和我合作，现在我再正式自我介绍一下吧。我叫陆景和，大你1个年级。虽说我比别人都早上学，真实年龄其实比你小，但你还是最好叫我学长。当然了，我不是强求别人叫我什么称呼的人。言归正传，既然你到现在都没打断我，从此以后我们就算商业合作伙伴了。学妹，作为雇佣关系成立的庆祝，这个给你。我们很快就会再见的。
嗯。